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山西的大山里面。之前我们在重庆和四川那一带崖壁上面可以看到有些石屋，据说呢是有2000多年的历史。而在山西大山里面，其实也有这样的石屋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去看一下。按照资料说法，这些石屋呢比四川、重庆那些石屋的历史还更悠久，不知道是真假。走在山西的大山里面，仿佛呢就来到了戈壁滩。你看，这些全是石山，真的是跟那个高原上那边差不多啊。基本上是看不到一点绿色的，特别是冬天，这里就更荒凉。现在春天来了，稍微好一点点。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这块巨大的石头，也称之为石山。大家不要小看了，这样一眼望去，是不是有点像寺庙或者道观里面那种钟啊？这个叫做玄钟。这个石头看起来非常大，我们在底下目测都有几十米高，直径的话就更大了。我们之前在重庆、四川、长江那一带两岸可以看到很多洞穴，一般的话称之为崖墓，就是以前的巴人们葬在那里。还有一种说法呢，就是说有人居住的，因为在那些洞穴里面呢，也是把它开凿出来了，里面有房间，1室2厅或者2室1厅等等，就是不知道多少年前有人在那里生活。他们开凿的那些洞穴非常平整，不知道这个石头里面开凿的会不会跟那些地方类似啊？你看，真的是很荒凉啊，基本上是看不到绿色。这边应该算是吕梁山，我可能过段时间就要去宁夏、甘肃，到时候会带大家体验一下西北的荒凉之美。这里应该是打造开发了一下，从而呢修建了这样一条道路供大家参观。这边到处也是大山，山西有几个比较有名的大山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？吕梁山、太行山，还有中条山，上面还有人参观。因为这个地方确实很奇特嘛，很多人会来这里参观的。在这种大山里面，特别多这种金翅啊，沙漠里面也很多。在这种漫山遍地都是，就是人走上去啊，很容易扎到。也有可能这种植物呢，在这种干旱沙地里面成长的比较好，其他地方其实很少看到这种植物了。你看，漫山遍地的。这样看起来还挺高的，得走到那个顶部，然后绕过去看这个石头里面的建筑。那里面有没有什么？不错，就有洞穴是吧？对，有个洞穴啊，沙洞穴，非常气派。我们找一找，看看这个石头上面有没有留下一些字体。如果有的话，那就更有意思了。就是说，什么时候有人居住，什么时候开凿的。你看这个山体很有意思吧？有点像被别人劈开过，然后又粘上去的。像很多大山里面，特别是贵州，它那些喀什的地貌的石头啊，很多都是这样的，而且非常薄，就跟人家说叠积木叠上去的一样。这里也很明显了，爬山累是累。但是好就好在，这个道路修好了。还有一点就是，来到山西，基本上看不到绿色，可能在北方都是这样的吧。你像南方这个时候是春意盎然的，这完全就是石山呢。所以说，在这些地方，农作物基本是没有的。在大自然有一点比较神奇。你看，这一块全是石山，到了那一边就全是黄土，就一个山沟把这一块山分成2种类型。那一边呢，就明显的可以看到，有点像梯田形式。到了过段时间可能就会种植了。这些地方就适合放牧，有人在放羊啊，这羊非常多，有几百只一样。我见过最多的是在去年去西藏，一路看到羊还有牦牛。大家看看远处，你除了看到山，还能看到什么？基本上是没有人家的。它是沿着这个石头绕了一圈，
我们刚才在下面看到那里相当于是正面一样，这里就背面。大家看一下，完全有点像劈开的一样，这就是人工把它弄成的。这个不是近代弄的，是很早，因为看痕迹就看得出来，有点风化了。本来以前就直接是跟这个石山是一体的，后面呢是上面开凿了石屋，要进出，才在这上面弄了一个台阶出来。在这个石头上面要开凿这样的道路也不容易啊。在这半山腰发现一个洞窟，这里比较奇特的是有几个水槽一样的，那这里到底是纯水还是放水的呢？而且是有一个 U 型，这真的搞不懂。大家有知道的可以说一下。来到了这个山顶，应该说石头的顶部，可以看到好多建筑。这个应该是一个窑洞式的房间，上面呢，这个不知道是干嘛的。我猜想啊，有可能他是要把这个石头顶部弄成一个平地，好休息，好防守。因为据说这里以前是有土匪居住的，并且在土匪之前还有人在这里隐居。那么上面肯定要弄平嘛，因为这个石头本身是一个椭圆形，它是一个倒挂的钟。上去看看就知道了。今天风非常大，果然它这里是弄成了一个平地的。风非常大呀，我们先看看周边的环境。你看，全是石山。那里呢，这个就是一道一道的山梁。在古时候，一个山梁叫做钟。我们在陕西咸阳可以看到唐朝皇帝李世民的陵墓唐昭陵，它叫做九钟山，就是一道一道这个山梁。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这天气不太好。在这个山顶还看到一个人工建造的石碾，大家不知道了不了解这种石磨？大家可能看过。那石碾呢，就是这个石头啊放在上面滚，把那些玉米还有小麦可能是在上面碾碎碾成粉一样。这个在北方经常能看到，黄土高原是最明显的。我在陕北的地方看到那些村落里面有石碾石磨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，看得出来是非常有年代感的。在这个山顶还发现两个神奇的东西，两个圆形的洞穴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洞穴非常规整啊，完全像我们机器那个直接钻进去弄出来的。在以前不知道怎么搞的，能够有这样的本事，这样的能力弄出来，太厉害，太神奇了。而且呢，大概有1.5米，这个不知道它干嘛的。关键上面它还有一个四方形的盖板，难道是储存水的吗？我猜想很有可能啊，因为人在这里居住，我们可以看到周边这些肯定是没有水的。如果有人在这里生活，不管是隐居的，还是说土匪或者以前的原始人类，它一定有水嘛。那么可能就是靠这个储存水，下雨天就把这个上面的盖板打开，雨停了就把它盖住，因为这里属于黄土高原，有沙尘就把它盖住吧。我猜想可能是这样的，大家觉得是不是？因为要不然不会在山顶弄一个这么大的洞穴。如果是储存食物的话，更不可能，因为一旦下雨的话，里面东西就会烂了。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建的，里面没有什么，我已经看过了。我们直接去前面看那几个石屋吧。来到了，大家看看，这3个完全是人工开凿的，不是那个大自然形成的。前面还有一个槽，这个当时他们养了东西吗？这个太好玩了。那么这些石屋到底是什么时候修建的呢？我感觉啊是非常早，有可能是秦汉唐时期，因为一般只有那个时期人们呢才会去开凿一些这样的洞穴。你像在重庆那一边，主要也是秦汉时期开凿的。这里面你看，规规整整的。我们一来到这样洞穴，就得佩服以前的人们了，他是怎么样把这样一座石山开凿出来？那个时候完全是
没有机械的，只能靠人工铁锤跟那个钢钎。长度的话大概有7米，宽度2米多，然后全是平面的，这些痕迹都能看得出来。而且它这里有阁楼啊，明显看得出来，上面应该是存放一些东西的。这些泥土不知道什么时候弄的，应该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粉刷一样，在这里面说话还有回音的。这种洞穴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很多了，但是每个地方有点不一样。如果是木的话，它这个上面呢就会有点穹顶。我们说天圆地方，就是在上面呢是点圆形，下面就是方形。这个一般是木质结构的形式。如果是人居住的呢，你像这里典型的，它就没有这种，基本都是平面。在隔壁这边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弄成更低一点。反正这个里面的谜底太多了。那么这些石屋到底有什么来历呢？关于这个石山的名字有多种称呼，古时候称袁天罡，又称馒头山。在《永乐大典》中记载，山高3里，盘踞10里。《重修静乐炫志》中记载，该山顶峦圆净，光丽可人，皆石也。从而说这座山是中国罕见的自然史文化景观，被誉为中华第一宗，入选了中国名胜词典，非常有意思啊。按照历史一些记载，这里曾是李渊养马的地方。隋朝末年的时候，李渊掌管太原，当时他是唐国公嘛。隋朝末年的时候，天下大乱，李渊呢作为关陇集团的一个代表，他也有那个打算，因为当时都在说嘛，皇帝轮流做。他既然有那个打算，就会训练大量士兵。刚好楼烦和静乐这边都是在吕梁山当中比较隐蔽，适合练兵，适合养马，这些地方就被他利用起来。当时袁天罡是在隋朝做一个官员，他郁郁不得志，夜观天象，发现晋阳一带龙气升腾，有真龙出世之状，于是呢便一路走到这个地方观察这个山，又称当地人称之为袁天罡，仍然不由自主的赞叹，真乃宝地也。于是便在这里隐居下来，为当地老百姓和过往行人推演吉凶，预测祸福，全部应验了。当时李渊听到袁天罡的相术神奇，非常精准的传言之后，携带李世民带着贴身侍卫来到这里亲自寻访。袁天罡见到他们之后立即跪拜，因为他看出李渊和李世民是未来的帝王，并把这个结果告诉了李渊和李世民。于是这个时候袁天罡就被李渊看中了，要求他在这里为他们观天象，预测李家的福祸嘛，并且呢派人保护。说是保护，实则是软禁。所以说这些石屋呢就是那个时候开凿的，是供袁天罡居住的。那么大家觉得这里是袁天罡居住的地方，可信度有多少呢？我在查资料的时候还了解到有一种说法，据说这里以前是原始人类居住的地方，就大概是50万年到100万年前，一些原始人就在这里开凿石屋用来居住。这个我觉得可信度不高，除非这个洞穴是天然形成的，有原始人或者野人在这里生活，我觉得情有可原。如果是人工开凿的，在原始社会那个时候生产力以及工具没那么先进，在石头里面开凿石屋基本很难，除非是天然的洞穴，他们在里面居住可能。那么看完大家觉得到底是谁在这里居住呢？反正看情况，近代还有人居住，那么我们就姑且认为是隋末唐初时期开凿的洞穴，就是袁天罡隐居之处。